以前我在高雄当兵嘛，妈的，讲这个抱怨一下，就是说，不是说迁户籍会有自住税率吗？这个不是近期才有的啊，那时候就买了嘛，买了以后就想说自用的税率，那就户籍迁过去，结果一迁过去没算好，我变成高雄的兵哦，婚姻就我是在高雄当兵的，就这样，那麻烦我家在台北，然后很麻烦。我那时候很感谢一个朋友的帮助啦，反正他有很多间套房，他就开一间让我住这样。那你看当兵的人要住多麻烦，你平常又不在，然后你只有那个放假的时间才会在，一住又要1个月，我也觉得很苦恼。他当兵的时候领那什么薪水，那也叫薪水，很苦恼。那时候有朋友帮忙。OK， 好，那讲回来，就是淡路原快苗对我来说是一个仪式感的一张，就是以前我收假之前真的会排，然后去吃，吃完我才甘愿收假，你知道？哦，淡路原块牛排。但是它现在贵了，贵很多哦。我记得我以前在吃很便宜呢，170块钱，这个阿兵哥都吃得起。自产客也会买夜市宅哦，揭开夜市旁的买房优缺点与出租秘密。先说结论，我个人目前我看一看，我推荐是自强夜市哦。我知道高雄夜市很多啦，你要讲光华或什么你喜欢的夜市也行，但我推荐是自强夜市。为什么？因为它之后会有一堆新湾区的工程师跑来这里觅食哦，它是离新湾区最近的夜市。你要讲到三多那个百货对面的那个文衡夜市也行啊，但是它晚上没有自强夜市热闹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可能会被拒贷的几种情况，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在高雄买在夜市旁边好不好？那今天我们来讲夜市哦，台湾人最喜欢的其实也还好，以前很喜欢啦，现在我觉得逛夜市好贵，对不对？晚餐吃夜市吃掉500多块哦，那我去百货好了哦。而且那个黄仁勋不是每次来台湾都要去逛夜市吗？那我们这次就来聊夜市哦。好，我们先讲买在夜市旁边的优点哦。这优点住客很好找，真的哦，因为夜市附近的交通通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一般上班族通勤也算很方便。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不开火。所以他下班以后，他就直接在夜市那边买晚餐，这就很方便。那我也知道会有人说什么啊，夜市就环境不好、卫生不好、蟑螂老鼠一大堆。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就在夜市旁边，他还来跟你租房子，他就是可接受。那优点2，出租的成本低哦。那这个是夜市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如果你是买电梯大楼出租的话，很可能会遇到什么？就是那个夜市的摊贩来跟你租房子，这个我都看过。他们是租你的房子来干嘛？其实他是要当仓库哦，用那个厨房。例如说，你去逛夜的时候，一定有遇过，就是那个摊贩推一个手推车，嘎嘎嘎嘎嘎，然后上面放一大锅滚烫的热汤，然后跟你说接过，那个汤哪里来的？就旁边煮好，然后拿下来的，就这样哦。所以电梯大楼会有摊贩来跟你租，那因为他们是租来做仓库的哦，就放一些那个餐具啊，或是干嘛哦，那或是来做员工的宿舍，所以真的你装不装潢真没差，你不装潢都可以，你空屋出租他们都可以哦。那最后你要知道买夜市附近的缺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缺点哦。缺点就是说，第一个，它的房价不太会动，因为那个夜市哦，通常被大家说什么？说是嫌恶设施嘛，对不对？所以它的买家就会偏少，然后房价就爬得比较慢。但它的优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好租啊，而且你可以弄隔套来租，因为很多摊贩的员工会塞在里面去住，真的啊。他们那些稍微大一点的摊子，他有员工啊，然后外地来的或是干嘛，他也会需要员工宿舍，就这样。那个员工来睡觉而已，他没有要干嘛哦。那接下来就是交通很乱，夜市你也知道，你也去过嘛。晚上的话，就除非你要买吃的，不然的话就绕开那里，因为很难开哦，会塞车。那再来就是出入的人员很杂乱哦，因为夜市很多8+9嘛，这你也知道。如果你是要改成套房出租的话，未看现在会一直来问的8+9真的很多。所以你的夜市宅一整间隔套里面你都租给8+9，没事的时候都没事，一有事就是也不是8+9联系你，都是警察直接打来联系你就这样。最后你要知道高雄哪边的夜市适合自产高雄夜市真的很多像我今天讲到现在我都没讲到瑞丰夜市那是因为就亚洲新湾区嘛那瑞丰夜市还是北高雄，我个人是推荐自强夜市自强夜市。你说那个叫夜市好像也还好，它比较像是吃饭街，你知道，就开很晚。然后可是我们当地都叫它就自强夜市自强路那边，它再往下走过四维路那边一整个就是亚洲新湾区了，就可以直直通到那个85大楼那边，然后总图那里就亚洲新湾区啊，就是展览馆啊、高卵啊它旁边有成功路。
好，那因为亚洲新湾区那个上下班走路就可以走到自强夜市，所以我推荐它，只是这样了。那你知道亚洲新湾区未来会有非常庞大的工作人流会进驻吗？Y15红海就要投3000人了就这样。那你开车骑车这个不是说5分钟之内，你从亚洲新湾区你就从85大楼为圆心，你到自强夜市应该是算秒的吧就这么快就会先到那个臭豆腐摊子就这样很快啊。所以等到亚湾的工程师都进驻以后，那边的消费力会往上抬升一截，就那边吃饭会变热闹。那你要夜市宅你又要新湾区，那你当然首选就是那个自强夜市不要忘了工程师都怎么样加班，对不对所以他们去夜市觅食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像我以前在内科，我就很讨厌说，我是比较靠西湖那边我就很讨厌说这个晚上要吃东西，我都吃超商我说真的，就没有一个吃饭街让我这样子去买很麻烦，不然都要跑到那个港前站那边那个737巷，自强夜市就很像那个737巷就这样，然后规模比较零散一点，然后路比较长一点，大概就是这样。我跑到那里吃，我就不吃了都这样。那我们之前也讲过，房地产会涨最重要的还是内需市场要变大那我们把自强夜市带入的话，你就可以想象未来这边就是会多一大群人晚上这边觅食然后租房子然后买房子住。你说夜市有蟑螂怎样怎样，我们臭男生哪有差？我都吃夜市了，我还在意它什么蟑螂蚂蚁吗？那我们就是下班去包个晚餐我吃完以后就看该干嘛干嘛。所以我今天如果要买夜市宅的话，我说真的自强夜市，因为他去亚洲新湾区就 OK 啊，我也是当重大建设在投资，只是夜市离很近，这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又不是说什么重大建设都没有，只有一个夜市，然后要你去买那边OK 它看起来还有很大量的发展的机会，人一定会变多。那其他的夜市没有不好，也没有不行，像六合夜市，六合夜市怪怪的呢。六合夜市之前不是说陆客禁止来台以后就没落衰败，可是现在好像不是这样呢。六合夜市好热闹怎么回事？然后我去看一下吃的东西，比以前便宜，真的是有减价我就不太懂。以前呢，我们觉得说六合夜市就是那边宰观光客的，然后现在是我真的有路过，我会进去里面包晚餐怪怪的，怎么复苏了？好，然后六合夜市也不错啦，它生活机能也算很发达，附近有百货，捷运又双线这个自产也差不到哪里去。瑞丰夜市附近也是那边就是巨蛋商圈你就看你喜欢的，那马上就可以收割开花结果的。我个人认为我首推还是自强夜市，然后我次推应该也是要回到瑞丰夜市那边的原因是那个富邦奥兹 DBO 岸汉神三馆那边这个夜市旁边附近车程大概10分钟以内就有一个巨型百货公司，看看就不知道。但是真的要我首推，我还是会挑自强夜市附近的原因在那边的中古屋价格还没上去，北高雄又上去了那边中古屋我还是可以找到一坪大概在23万以下的，你知道吗电梯大楼正三房平面车位，对啊，这不是 CP 值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
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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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就是我有一间办公室在金湾区那边，就在台凤大楼。我这次办的那个付费会员的那个见面感谢季，我也是办在那里。那台凤大楼就走路就到自强夜市了，所以我常常吃那边，我真的很常吃那边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开很晚，我之前把摄影棚放在里面所以弄完都11、2点、1、2点那开很晚，我去那边还找得到东西吃，所以我很喜欢那个自强夜市，就是这样。其实你说有多好吃也还好就是至少在那边我不用担心吃的事情然后他白天的时间可以吃到那个南丰卤肉饭南丰卤肉饭，他那个卤肉饭的卤写的是那个鲁国的鲁也不是卤肉的卤，是鲁国的鲁。这就算一点文化冲击了就是我台北下来的嘛，然后我去吃那个肉霸，我想要肉霸本那我们台北的肉霸本就是碎肉嘛，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就胡须章那种东西。结果我就来吃个肉霸本他端上来一碗几袋空吧，你讲，我说我是点卤肉饭，我看一下，然后他说就是这样，够用的现在好，就是给你一大块的卤肉，那在台北会被我们叫控霸本、控肉饭，一大块，然后有肥有瘦这样。这个是什么文化有点冲击，然后我也蛮常吃的，为什么便宜啊？便宜，你想要吃大块的肉不然你去吃旁边鸡排，又要等然后又是炸的你吃这个用卤的还不错啊。然后它有狮子头饭，好吃啊，狮子头1颗20块吧，我记得反正我去那边点就有那个财富自由的错觉，你知道，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你管它的反正都很便宜，这样点一点也不过100-200块，在那边吃我的之前的秀子也拍一集去吃那个南方卤肉饭，吃给你看那中午跟晚餐时间人真的很多啦，都在外面排队我是建议你就直接店内用就好，店内就是菜单直接给他然后他就先帮你做了，然后他当菜的时候跟你收钱口味怎么样？就甜甜的还不错你要吃大块的肉，那你就吃南丰卤肉饭，应该是最便宜的选择，比鸡排都还要便宜然后又不是炸的，还不错然后还有阿联河粉也很多人吃，然后我也有去吃，我是吃比较不习惯然后他们全部好像都是越南人那很刻苦耐劳就在那边弄，然后阿联河粉的口味很不错，就是河粉，然后有那个河粉的味道，然后牛肉然后后面9层塔给你加不用钱的，没卖，那个也是相当多的观光客会专门来规划一站，然后来那边排来吃的阿联河粉，还可以选那2种面，你要米线的还是你要绿豆粉做的绿豆粉做起来我觉得像冬粉 QQ 的好像很难咬那样，我都选那个用米线的，然后它端上来一碗那么大碗。然后还有一家潮州馄饨面，这是很小很小的店应该什么美食也不会去介绍它，可是我也很常吃，为什么？因为它开很晚，它开到11、2点还有就馄饨面，然后是潮州的面体，我不会讲，就比较有韧性，这样好不好吃？就反正你那么晚了，你肚子饿了，你什么都蛮好吃，我是吃那个，然后再切
切一些那个什么干莲肉、嘴边肉，我们那边吃，我在那边吃我就很爽，而且就是比较清淡啊。你吃那个东西对身体感觉就那么晚了，也不要那边大鱼大肉哦，吃的炸的什么的。然后我们吃那个潮州馄饨面也是很不错，它旁边都是饮料店，然后还有丹路原块牛排哦，这个要特别讲一下。我很早以前就去吃那一家了，以前我在高雄当兵嘛，妈的，想这要抱怨一下，就是说。不是说迁户籍会有自住税率吗？这个不是近期才有的啊，那时候就买了嘛。啊，买了以后就想说自用的税率，那就户籍迁过去，结果一迁过去没算好，我变成高雄的兵哦，瘟疫。就我是在高雄当兵的，就这样。那麻烦啊，我家在台北，然后再很麻烦。我那时候很感谢一个朋友的帮助啦，反正他有很多间套房，他就开一间让我住这样。那你看当兵的人要住多麻烦，你平常又不在，然后你只有那个放假的时间才会在，一住又要1个月，我也觉得很苦恼。他当兵的时候领那什么薪水，那也叫薪水，很苦恼。那时候有朋友帮忙。OK， 好，那讲回来，就是丹路原快苗对我来说是一个仪式感，你知道，就是以前我收假之前真的会排，然后去吃，吃完我才甘愿收假，你知道？哦，丹路原块牛排，但是它现在贵了，贵很多。我记得我以前在吃。很便宜呢，170块钱，这个阿兵哥都吃得起。170块钱可以吃一个什么？很大块的肉。我怎么喜欢去吃呢？因为它调味很简单，它不是什么铁板面又淡，它就是好好的，你可以看得出是不是什么组合肉，就好的牛肉煎给你这样。那现在好像都要400-500，我也不知道，我一段时间没去了。以前我在吃，这是便宜哦，然后我才去的，我就吃那个嫩煎几盎司的，我忘记了。好。那个吃到嘴巴会酸，你知道，就一直咬，一直咬，不是说它咬不烂，是肉很大块，然后咬到嘴巴会酸，然后在那边那边等一下，那边揉一揉，好像痴呆一样，为什么爽啊？不然我就要回去部队里了。我宁愿现在嘴巴很酸，来个过瘾的感觉，我才愿意回去部队。我以前都是这样的，然后很方便。为什么？可以顺便买那个鸡排蒸奶，然后带回部队里面，不是都会讲吗？那个放假之前，你就手机会一直响，他要吃什么吃什么。我说我在自强夜生活，他就指定我嘞，自强夜我都不用自己去试，他就跟我说哪家好吃吧，带什么大包小包就这样带回部队里面。丹路原块牛排还不错，这个也一样没什么人去介绍的现在贵是贵了，但我相信是好的肉了因为我看他生意还是很好。哇，真的是想到以前那个咬到嘴巴会酸的日子，北蓝说真的是蛮北蓝的。然后以正餐来讲的话，我喜欢吃北平金厨或那个叫夜上海，是不是那个做鸡腿饭、上海饭蛮好吃的。然后旁边有一家北平金厨，北平金厨是这样它在高雄也是连锁。然后你吃它的那个它那个叫什么北方面食馆类似然后要吃包子也有，然后你吃那个什么面也有，卤面也有，然后你吃热炒也有然后它里面没卖啤酒，比较可惜。然后你去吃它的一些热炒的料理，是什么宫保鸡，或者有锅气很不错为什么我都吃北平金厨？因为厚德福都要排队啊，成功路那个厚德福那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堆只要是假日就一堆人在排队，观光客都会来吃那家厚德福，我就又要排队，我就附近找类似的，我就吃到北平金厨，我觉得没差很多那我就吃那个都不用排队，还不错。然后讲完这些吃的饮料的话，我饮料也是必不可少的嘛。饮料那边除了超商以外我还会喝那个老姜红茶牛奶，就在那个成功路上，它叫红茶牛奶，可是我喝起来怎么感觉像咖啡牛奶就喝了然后也不便宜呢。以前我记得没那么贵，现在70几块80几块都有，我也是常常喝啦。然后还有饮料，还有八药和茶，对，八药和茶，八药和茶在台北开不是排队吗？然后八药和茶真的是很像可不可我不是说它装潢风格很像，而是它经营的模式很像，它很重视设计。你去看八药和茶就知道，这是有设计团队在操刀的。它的 menu、它的看板、它的店内的广告什么的，就有设计团队去操刀。一样是饮料，可是你就是会比较想要去八药和茶买，因为潮很多帅很多这样。真的，你有喝过八药和茶知道，就是很有设计感的一家饮料店然后八药和茶在自强夜市那边有一间，都不用排队，要啦，你就稍微等一下，那不像台北排的那么夸张然后还有红茶老爹，红茶老爹是摊车但是它的摊又比像什么好的啦、超大杯、什么吴家红茶冰那种摊车规模要再大一点。它通常不是一个纯摊，它后面还有自己的店。然后那个红茶老爹我也很常喝，不是喝红茶，我都喝它鲜奶茶为什么？因为就有聊我才知道他们的糖不是会加糖吗？他们的糖用的是蔗糖，用的不是一般饮料店会用的果糖这个就有差咯。这个就有差咯。讲到这个我就再讲一下，就是说蔗糖跟果糖果糖是这样，就果糖
我不是什么医学专业，我也是问 AI 问一问，然后看那个科普我才知道的，就影响到我。我先说结论，就是红茶老爹我去喝它鲜奶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用蔗糖，然后又好喝，就这样。那蔗糖跟果糖的差别是这样，就是蔗糖你弄喝下去消化葡萄糖就好没事哦。那个果糖果糖为什么饮料店都要用？那很大桶啊，搞得跟那个洗洁精一样啊，工业用洗洁精那么大一桶啊，又很便宜啊，所以大家都加那个。然后这个果糖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说，因为以前的人类在旷野上那边游猎时代啦，所以他要吃到新鲜的水果，这个东西几率是难的就是珍贵的，所以这果糖就是水果的果就水果的果糖，你吃到那个甜的水果这个很稀有啦然后它补充能量的效率很高啦，所以你吃下去之后，那个果糖都会被转成甘糖储存起来甘糖储存起来，有需要再用就这样。好，它不像蔗糖一样吃下去消化以后就变那个葡萄糖，然后就到你的血液到你的器官，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就没事了。它都会被先储存在甘糖里面，那就很难减，你知道，因为甘糖就跟那个你减肥要减到脂肪一样，你要节食到一定的程度然后那个热量吃是怎样怎样才会去消耗那个甘糖，所以啊，就喝外面手摇为什么很容易胖？就这样啊为什么很容易脂肪肝啊？就这样来的因为你一补充果糖就是补充那么大量，然后上班族多的是天天一杯手摇，对不对？你不喝那个人家会请你，就放你桌上很多那个都有果糖对，所以你果糖下去就是变成甘糖，然后之后就很难有那个机会消化。我们上班族没有什么在运动的嘛，好，那就很容易会发生这个身体上的肥胖，然后就脂肪肝，尤其是这个脂肪肝。我其实也没有，但是我听到我就觉得那我少喝一点好了，然后就被我发现说你们用蔗糖真的假的？他说对啊，那我就喝我就支持，就这样，我很喜欢就红茶老爹。这个吃的喝的我都讲了，真的是讲到自己都饿了，不然我等下就去吃好了。